如果你以為《權力的遊戲》已經夠野蠻了，蛙眼、絕後、紅色婚禮、龍母屠城，看得氣兒都喘不過來，那你一定是還沒見過歐洲的中世紀。1066年，英格蘭的王座底下泡着鮮血，整個歐洲大陸的命運就在這一年被人用刀子改寫。今天我們要聊的是一部讓全遊都得叫一聲前輩的史詩權謀劇《國王與征服者》。順帶一提，飾演男主角威廉的演員正是全遊裡那個把國王捅穿的弑君者詹姆·蘭尼斯特。兩個男人，兩副爛牌。故事的兩位男主角，一位是英格蘭頭號大冤種威塞克斯的哈羅德，另一位是海峽對岸的頂級卷王諾曼底的私生子威廉。這兩人開局拿的都是地獄級天崩劇本，沒有背景可以躺平，沒有貴人送溫暖，有的只是四面八方撲來的算計、背刺和隨時可能要命的陷阱。但是就這兩副爛牌，兩人終於打出了改變整個歐洲歷史的一局精彩對決。鏡頭拉到英格蘭，表面上北境諾森布里亞，中部麥西亞，南方威塞克斯三大伯爵領地握手言和，白紙黑字簽了和平條約，一起把懺悔者愛德華推上了王座，歌舞升平，君臣相得，仿佛來到了中世紀的太平盛世。但你我都知道，越寂靜的水面下潛藏的東西越危險，越恐怖。此時威塞克斯伯爵戈德溫即將迎來他籌謀已久的重要時刻。這位老伯爵不是那種衝锋陷陣嗷嗷叫的武將，他是融權謀大師和政治操盘手為一身的老狐狸。支持愛德華登基，那是他的棋；把女兒伊迪絲嫁給國王，那也是他的棋。他的算盤拨得噼里啪啦響，只要女兒生下嫡長子，整個英格蘭都將是威塞克斯家的。威塞克斯家族當然有着實力鸠占鵲巢，他掌握着英格蘭最富庶的地区，只是缺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軟弱的愛德華就是最好的墊腳石。為了這一天，他甘願戴上忠誠老臣的面具，扮演國王最聽話的看門狗，反正那不過是暫時的偽裝。三個兒子，三種人生，老爹在下一盤大棋，三個兒子各自精彩。二兒子哈羅德是個實幹的狠人，他在邊境巡視，踩着一地的屍骸走過去，目光銳利地盯住了地上散落的武器。新鑄的劍不是本地的知識，是麥西亞人的。他心裡當下一沉，所謂的三方和平就是一張廢紙，有人早就撕毀了。大兒子斯溫正忙着禍害良家婦女，這位仁兄滿腦子都是出夜權，也就是中世紀那個臭名昭著的惡俗。領主有權在新婚當晚占有新娘，斯溫不光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特權，他甚至覺得人家新娘也一定很享受。最小的兒子是兩個哥哥的跟屁虫，全程腼腆小透明，插不上話。哈罗德拿着物证去找老爹，戈德溫卻擺擺手，一臉不以為然。死幾個平民在他眼裡不過是強盜鬧事，不值得大動干戈，還順手把哈羅德訓了一頓，讓他不要大驚小怪。可他不知道，他蹲在那兒布了那麼多年的局，人家的陷阱早就在他腳底下挖好了，仇家正躲在暗處提着刀等他低頭。視線跳過英吉利海峽，來到諾曼底，威廉公爵正在樹林裡奮戰，他冷酷自信，任何人都會後悔成為他的敵人。威廉的兄弟奧多是個純粹的滑頭，打仗時躲得無影無蹤，戰後才若無其事的現身。他向哥哥解釋道，既然哥哥答應過母親要關照自己，那自己保命就是在幫哥哥大忙了。這種理由顯得那麼清新脫俗，連威廉都無法反駁。威廉的妻子瑪蒂爾達不顧懷孕在身，匆匆趕到戰場追隨威廉，這不是魯莽，這是真愛啊。法王亨利也來了，他迫切地想要見到那個被活捉的叛軍首領蓋伊，卻不想蓋伊竟然買通守衛逃跑了。這時英格蘭新王愛德華發來邀請函，請表親威廉參加加冕典禮。法王亨利對此表示反對，他提起威廉的父親被殺，威廉像喪家之犬般躲避刺客，受盡冷眼的歲月裡，那些所謂的英國親戚全都是袖手旁觀，而自己這個幫助他死裡逃生，還扶他當上公爵的國王才最可靠。
馬蒂爾達堅持認為，與身處海峽對岸的英格蘭保持友好關係是身處法國海岸領地的公爵必須要做的事兒。威廉也支持妻子的看法，夫妻倆話裡話外保持着與法王亨利的距離。亨利勸阻無效，姍姍離開。臨走時，貼心地表示自己會幫忙抓住叛軍首領蓋伊，也會像保護親人一樣保護諾曼底公爵的領地。可惜接下來發生的事兒會告訴你，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是謊言。宿命的第一次相遇，威廉剛踏上英格蘭的土地，迎面就撞上一群強盜，刀光劍影，命懸一線。千鈞一髮之際，哈羅德從天而降，手起刀落，把強盜一鍋端了。這一幕有點荒誕，這兩個日後在戰場上你死我活的宿敵，此刻卻是救命恩人和落難公爵的關係。哈羅德殺的這批人本來是為了搜查撕毀條約的證據，強盜錢袋裡的銅錢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一切，但哈羅德怎麼也想不到，這偶然的一救竟然是給自己未來的霸業埋下了禍根。馬蒂爾達真是最溫柔的手，最狠的心。諾曼底正在進行一場審訊，主持審訊的是懷着孕的馬蒂爾達，對象是剛剛抓回來的叛軍首領蓋伊。她甚至比丈夫還要冷酷狠絕，面對蓋伊提出的贖金方案冷冷一笑，你不給我答案，我就給你最大的痛苦。她一声令下，蓋伊的手就和身體分了家，这才叫杀伐果斷。蓋伊在極度痛苦中崩潰，吐出了一個驚天的秘密。法王亨利表面上與威廉稱兄道弟，實則對威廉的父親痛下殺手，因為他怕他們威脅自己的王位。蓋伊被抓的消息傳到了亨利耳朵裡，亨利知道紙包不住火，乾脆撕破臉，直接下令進攻諾曼底。而此時，威廉正毫不知情地站在英格蘭參加愛德華的加冕典禮。戈德溫帶着全家趕來參加典禮，滿心期待看着女兒戴上王後的皇冠，卻不想愛德華的母親王太后艾瑪導演的大戲正式拉開序幕。典禮上，艾瑪忽然宣布王后因病缺席，無法加冕。緊接着，艾瑪當眾點名戈德溫，指控他撕毀條約。麥迪亞的年輕領主也站出來當場作證。戈德溫一家在所有人面前顏面盡失，老狐狸臉上掛不住，但他沒有當場翻臉，他決定不予爭辯，帶着兒子們悻悻離去。然而這盤棋才剛剛開始，老狐狸的息事寧人並沒有換來對方的仁慈，國王的條件比死還殘忍。加冕典禮剛結束，戈德溫就接到了國王的邀請，這就是一場鴻門宴。戈德溫帶着3個兒子前往，王太后艾瑪給了戈德溫家族一個選擇，其實這根本不是什麼選擇，而是一條死路：上繳一切財產，舉家流放，否則領地百姓將遭滅頂之災。為了保存實力，戈德溫咬牙接受了流放。對面是國王和麥西亞聯手設下的陷阱，他們有海對岸、諾曼底甚至法國的支持，如果開戰不是兩敗俱傷，就是滅族之災。戈德溫不想冒這個險。王太后艾瑪看着認輸的戈德溫，狠狠地開口：你可以全部拿回去，只是你要將我的埃塞爾活着帶回來。全場死寂。戈德溫家族每一個人臉色都在這句話落地的瞬間變得慘白。埃塞爾是誰？他是艾瑪太后最寶貝的小兒子，愛德華的親兄弟，一個天生的王者，繼承了父親的兇悍與力量，絕非軟柿子。但是這個人早就死了，而且是死在戈德溫手上的。哈羅德終於從父親的口中聽到了那個埋藏多年的秘密。戈德溫以朋友的名義相邀埃塞爾前往，沒想到戈德溫親手挖了他的雙眼，並殺死了他。哈羅德追問原因，得到的是一句冰冷的回答：為了家族。這裡值得解釋一下，戈德溫早就想要扶持愛德華上位，因為愛德華性格軟弱，方便控制，而他的弟弟埃塞爾呢，兇猛強硬，絕不會乖乖地娶戈德溫家的女兒，更不會被他牽着鼻子走，所以障礙就要清除，一個假扮朋友的邀請，一個親自赴約，然後是黑暗，是鮮血，是永遠閉上的雙眼。艾瑪太後等了多少年，就恨了多少年。現在你明白了，艾瑪太後為什麼要等那麼多年才動手，因為她在等一個萬無一失的時機，讓戈德溫死得徹徹底底，連翻盤的機會都沒有。你殺了我的兒子，我就讓你女兒守寡，讓你的家族徹底破滅。
我要讓你親眼看着自己布了半輩子的棋局在這一刻土崩瓦解。艾瑪太后從一開始就沒打算放過他們，那道流放令不是終點，是開胃菜。掛在哥德溫家族頭頂多年的那把劍終於落下來了。哥德溫全家正在整理行裝，準備開啟流放之路。不曾想麥西亞騎兵忽然襲擊，他們在艾瑪太後的挑唆下，打算對哥德溫趕盡殺絕。3個兒子紛紛拔劍抵抗。哈羅德讓妻子帶着孩子跟母親先去碼頭，自己和兄弟們把敵人引走，隨後到碼頭集合，卻沒想到妻子一轉身就騎上馬，獨自狂奔而去。他想假意投降來拖住敵人。麥西亞人也不傻，在得知他的身份後，直接綁了他，要把他送給艾瑪王太后處置。再看威廉這邊，法王亨利的大軍已經壓境，威廉帶着馬蒂爾達倉皇出逃。就在顛簸的逃亡路上，馬蒂爾達生了，是個男孩。威廉看着襁褓裡的孩子，臉上沒有初為人父的喜悅，有的只是恐懼，因為他太清楚亨利這個人，斬草必須除根，一個男孩就是未來的繼承人，就是潛在的復仇者，就是必須掐死在搖籃裡的威脅。女孩或許還能活着，男孩不行，亨利一定不會放過他的。走投無路，威廉只能帶着妻兒去投奔岳父弗蘭德斯伯爵鲍德溫。中立主義的藝術又叫冷血。威廉把亨利殺父的事情告訴了鮑德溫，滿心以為會換來一句我幫你，沒想到岳父用一句話堵死了他所有的期待。亨利殺死過很多人的父親，也殺過很多兒子、母親、妻子和女兒，數之不盡。弗蘭德斯靠中立活到今天，他不打算改變這個選擇，這就是中世紀的局外人哲學。我不下場，所以我永遠輸不了。面對岳父的冷漠，面對法王的追殺，威廉做了一個決定。這個決定對一個父親來說何其艱難，他要把剛出生的兒子送給當地的普通平民家庭撫養，隱姓埋名。他悄悄囑托身邊的人找一個能夠收養孩子的家庭。這件事兒馬蒂爾達不能知道。然而當他親手要把孩子遞出去時，牢牢的血脈之情讓他無法呼吸。最終他留下了兒子，並為兒子起了名字。從這一刻起，這個自小無人庇護，獨自從追殺陰謀搏命生存一路走來的私生子，決定拼命也要為兒子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從人到狼的蛻變在這一刻完成了。孤狼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沒有軟肋，而是把軟肋變成最後的堅強。哈羅德來到海岸，卻發現妻子丟了。他在泥水裡絕望地嘶吼，2個年幼的孩子的哭聲讓他雙腿釘在了地上。追兵已至，他必須做出選擇。最終家庭和孩子讓他選擇暫時放下去尋找妻子的念頭。威廉失去了領地，殺父仇人正步步逼近，懷抱剛出生的兒子，眼裡盡是狠絕。在這條逃亡的路上，哈羅德回過身盯着弟弟，說出了最狠的一句話：這不是結局好嗎？這不是結局，因為這裡是英格蘭，有人會死，一切都會改變。孤狼最可怕的不是他兇，不是他狠，而是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如果你同時被幾個人摁在地上摩擦，毫無還手之力，怎麼辦？認慫還是乾脆豁出命去，跟他們來個魚死網破？我想這個選擇大概就是普通人和王者的區別了吧。接下來讓我們看看那個慫了一輩子的國王，在被逼到牆角的那一瞬間，怎麼把親媽活活砸成一灘肉泥；那個被法王通緝的私生子，怎麼用計謀一刀把法蘭西國王的脖子給抹了。這個劇裡充滿了背叛、陰謀、陷阱和鮮血，很多很多的血。歡迎回到中世紀變態的權力修羅場。上一集咱們說到，男主哈羅德一家被王太后一腳踹出了英格蘭，全家流亡。路途中出了岔子，哈羅德懷着孕的妻子伊迪絲被死對頭摩卡給抓了。哈羅德這邊急得嘴角起泡，結果他親哥家裡的長子斯溫直接把營救行動給毀了。典型的豬隊友啊！營救行動裡，斯溫非要正面硬剛，結果呢，人沒救出來，自己反被人一鍋端。
家族最後那點精銳全都搭了進去。這一刻，哈羅德的謀略口才天賦直接拉滿。他作為戰俘被五花大綁着，跟占盡優勢的摩卡談判，不僅說服了摩卡放了自己，甚至把摩卡成功策反到自己這一邊。摩卡一開始那叫一個囂張，畢竟背後有國王給他撐腰。哈羅德單刀直入，擺事實講道理，告訴他太后艾瑪根本不可能把權力交出來。什麼叫借刀殺人？什麼叫過河拆橋？什麼叫卸磨殺驢？小子，你還嫩着呢！摩卡愣住了。哈羅德乘勝追擊，開出了條件，和自己合作，一起解決了國王。國王的金庫大家對半分。為了證明自己，哈羅德拿自己3個親生兒子的命發了毒誓，然後摩卡就徹底倒戈了。說實話，這個摩卡的智商真的不咋高。搞定了麥西亞，哈羅德連口水都沒喝，又跑去找北方的諾森布里亞伯爵希沃德。這老頭是真的硬，脾氣又臭又衝，根本不拿正眼看哈羅德。但哈羅德這個人非常優秀的一點就是他能一秒找到敵人的弱點。他注意到希沃德的兒子全都死光了，就剩了一個還沒成年的孫子。這老頭嘴上不說，心裡最怕的就是哪一天自己一蹬腳，孫子就被太後那幫人一口吞掉，家族100年基業說沒就沒了。哈羅德直接給出承諾，你幫我，我保你孫子安穩繼位。威塞克斯一日不亡，諾森布里亞就一日不滅。老頭沉默了很久，最後點了點頭。這就是英國版的合縱連橫。哈羅德全程沒有動一刀一槍，也沒有出1分錢，就動了動嘴皮子，就把英格蘭最強的2路諸侯全部收編了。這一波操作下來，國王直接就給架成了光杆司令。而正當哈羅德帶着他那個頂級豬隊友大哥斯溫在英格蘭滿地圖跑業務的時候，他的小弟托斯蒂格在國外開啟了完全不同的劇本。事情發生在一次借船的談判裡，托斯蒂格代表家族去弗蘭德斯求援，結果遇上了弗蘭德斯伯爵鲍德溫的侄女朱蒂斯。這2人一見面，眼神就開始拉絲兒。鲍德溫也有意撮合，特別是托斯蒂格對婚姻的總結：我見過開心的人結婚，但他們一生孩子就再也開心不起來了。這句話讓朱蒂斯印象深刻，然後2個人就迅速摩擦出了火花。大家千萬別走神，這段不是硬塞的愛情戲。在這部劇裡，女人都不是來談戀愛的，她們都是炸彈。朱迪斯身份頂級，鲍德溫伯爵順水推舟，把侄女嫁給了托斯蒂格，一樁婚事就把弗蘭德斯和威塞克斯這2個勢力給焊死了。而且這裡埋下了一個鈎子，這位朱迪斯將來會是托斯蒂格徹底黑化的那根導火索。他出事的那一天，就是維京大軍踏破英格蘭國門的那一天。我們繼續往下看，斯溫這個廢物大哥終於讓他老爹徹底失望，於是家族開會決定，既然老大是個廢物，就直接跳過，把所有的資源砸給2兒子。哈羅德越過親哥，從老爹手裡接過了威塞克斯伯爵的位置。Harold, Earl of Wessex, take back what's ours. 然後他在弟弟托斯蒂格和朱蒂斯的婚禮上，當着所有賓客的面宣布了任命，提名托斯蒂格出任新的諾森布里亞伯爵。全場鴉雀無聲，而原本最應該繼承這一切的長子斯溫整個人僵在了原地。儀式結束後，斯溫跑到墓地跟死人發火，對着家族先人的墓碑嗷嗷叫。哈羅德跟了過來，沒有任何的安慰，他冷冷地看着這個親哥，開口就是判決：我送你去耶路撒冷朝聖，然後你就留在那兒吧。威塞克斯不需要你這種人，這就是生存的規則，優勝劣汰。親兄弟怎麼了？要是無能，就會被家族一腳踹出去，一點機會都不會給。家族內鬥剛消停，老爹戈德溫的身體也撐到了頭。彌留之際，老頭收到了一個讓他眼前一黑的消息：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居然指定諾曼底那個私生子威廉當王位繼承人，籌謀了大半輩子的地盤就這麼脆生生地落到了外人手裡。戈德溫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不甘心地緊緊抓着哈羅德的手。哈羅德跪在床前，立下了重重的誓言：爹，我答应你，那頂王冠我會替咱們家拿回來。我們把鏡頭切回英格蘭王宮，這邊的終極黑蓮花艾瑪王太後發現自己快控制不住局面了。
然後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血压飆升的事儿，他瞞着自己親兒子，把國庫裡的一大筆錢秘密送到了挪威，請人來幫忙打架，請的還不是一般人，是當时全歐洲戰鬥力的天花板——维京疯子戰神挪威國王哈拉爾。愛德華知道这件事儿後，整個人差點當場腦梗，他紅着眼睛咆哮。可艾瑪呢？這老太太不僅沒有半點慌張，反而上前一步，指着親兒子的鼻子，開始貼臉謾罵：“你以為上帝選了你？告訴你，上帝在天上嘲笑你呢。當國王的本來就不該是你這種廢物。”這句話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25年的流亡，看人臉色，被親媽當傀儡使喚，現在還被當面嘲諷鄙視。這一瞬間，愛德華徹底瘋了，他像一頭從籠子裡掙脫出來的野獸，撲向自己的母親，而他隨手抄起的是那頂象徵着至高王權的英格蘭王冠。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一聲聲悶響，骨頭碎裂，鮮血四濺。那個不可一世操控了整個英格蘭幾十年的女強人，就這麼被自己親兒子用王冠活活砸成了一灘肉泥。愛德華渾身是血，停下手，呆呆地看着地上那張已经砸成灘爛泥的臉，嘴角竟然浮出一絲詭異的笑，感嘆世界終於恢復了神聖的平靜。看到這兒，真是讓人雞皮疙瘩掉了一地。現在咱們暫停一下，這一幕讓研究歐洲歷史的教授們血壓直接頂到了280，因為真實歷史裡的懺悔者愛德華絕對沒有幹過這種事兒。歷史上的愛德華就是個性格軟弱、信教性的走火入魔的國王。他對老媽做的最狠的事兒就是沒收了他的財產，把他打發去養老，然後老太太自己慢慢老死的，安詳得很。劇組這是奔着《權力遊戲》那個味兒去拍的，魔改得讓英國人都感嘆看了出外國歷史。不過罵歸罵，這個魔改對那些不追求真實性，只追求戲劇性的觀眾來說，看到一個軟弱了一輩子的國王終於在某個瞬間徹底黑化，把所有加害通通砸回去，這種爽感真上頭。哈羅德在英格蘭嘴炮拉隊伍，海對岸的威廉處境更絕望。法王亨利不僅占了他的諾曼底，還公開下了一道追殺令，稱見到威廉格殺勿論。威廉想奪回老家得有兵，可他現在沒錢沒兵，於是他也開始拉攏各路地方勢力。他把諾曼底各路男爵召集起來，站在曠野開了個碰頭會，對法王亨利的為人來了一個深度剖析。他今天吞了我的地盤，明天他就能把你們一一吞併。站我這邊，我保證只贏不敗。諾曼底的貴族們一聽，這邏輯沒毛病。既然他打了包票，可以支持下。失敗了他頂包，贏了大家得利，何樂而不為呢？其實威廉何等聰明，他才不會去和亨利正面硬剛。他利用老丈人與亨利的暗通款曲，故意洩露了一個假的作戰計劃，讓亨利志在必得地設下埋伏。其實威廉才是最有耐心的獵人，蹲在草叢裡坐等獵物上鈎。果然一舉大勝，只可惜亨利一見勢頭不對，硬生生扭頭跑掉了。鮑德溫譴責女兒和女婿利用自己，女兒狡猾一笑回敬道：父親也沒說和亨利關係那麼好呀。這老頭在歐洲政壇真是妥妥的六邊形戰士。鮑德溫這才說出真相，自己和亨利的關係要說也是因為你親娘，他一早就答應，要是亨利死了，整個家族會全力支持亨利的兒子腓力王子登上法國國王的位置。鮑德溫是腓力王子的姑父，當然也就是指定的监護人。也就是說，亨利一死，鮑德溫就能反手控制整個法蘭西，所以鮑德溫是哪邊倒了都不吃虧的主。既然亨利現在敗了，鮑德溫連一秒都沒猶豫，就把法王亨利的藏身位置賣給了威廉。亨利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出賣了。在幹掉貼身護衛後，就這樣，亨利不出意外的被威廉找到。其實真實歷史上，这位法王亨利幾年前就已經病死，根本沒有這場打鬥，屬於編劇魔改。於是法王困獸猶鬥，威廉沒廢話，3下5除2，把這位法蘭西國王按在濕潤的泥土裡，一刀抹了脖子，血流出來，混進森林的腐葉裡。威廉背靠大樹，如釋重負，久久地坐在法王屍體旁，血海深仇，終於得報。
亨利一死，鮑德溫立即牽着小王子菲利的手閃亮登場。面對一臉懵的法蘭西貴族們，老頭眼皮子都不抬一下，宣布調查結果。這都是山賊幹的，已經全部認罪伏法了。好家伙，借刀殺人，栽赃替罪羊，扶持傀儡，控制朝政，無縫銜接，一氣呵成。威廉這邊背後最大的威脅解除了，諾曼底的那批孤狼終於把獠牙完全露了出來。最後我們再看看英格蘭這邊，哈羅德歷經99、81難，終於把老婆伊迪絲從敵營裡救了出來。兩人在床榻上抱頭痛哭，深情相擁，一切苦難仿佛都過去了。但在這野蠻瘋狂的權力場上，這款款深情就是軟肋。這事兒咱們後面再講，今天先按下不表。先說一句，今天講的是劇情，不是歷史課本。真實的1066年没有那麼多刀光劍影的私人恩怨，但這部劇的編劇把它寫成了一盤陰謀背叛的棋。我們今天就來拆這盤棋。有一種人一生都在為勝利做準備，他算盡了所有人，唯獨沒算進去命運本身。公元1066年，懺悔者愛德華病入膏肓，英格蘭王座空懸，歐洲最聰明的幾個人開始同時盯上同一頂王冠。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戈德溫，諾曼底公爵威廉，還有一個沒人當回事兒卻最終把所有人都送進地獄的男人。那個人我們等會兒再說。今天我們繼續《國王與征服者》第5、6集。這2集是整季最狠的，不是因為戰爭，是因為每一個人都在互相背叛。先講一件事兒，你就懂得哈羅德是個什麼樣的人了。他有個大哥叫斯溫，政治失勢被流放到法蘭西，這種人留着就是禍患，哪天殺回來，戈德溫家族先從內部會亂，所以斯溫死了，死在法國一間酒館裡，干干淨淨，找不到哈羅德的任何痕迹。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是誰下的令。斯溫到死大概都沒想明白，只是想喝2杯，招誰惹誰了，死得莫名其妙。這件事兒透徹地揭示了哈羅德，他是一個為了目標可以鏟除一切障礙的人，親情、愛情、誓言都能捨棄。他唯一沒算到的是這筆賬會從哪個方向找回來。斯溫死了，麻煩並沒少，真正的威脅在海峽對岸。愛德華國王已經寫信給威廉，說打算讓他繼承王位。消息一出，英格蘭那幾位手握重兵的伯爵臉都綠了。憑什麼？哈羅德決定親自跨海，去看看威廉到底什麼意思。畢竟當年威廉親口說過，我對英格蘭王位毫無興趣。政治家說毫無興趣，翻譯過來是我現在沒有實力，所以暫時沒有興趣。然而哈羅德剛登岸，就在博列塔尼遇襲，馬車掀翻，護衛打散，哈羅德一行被團團圍住。博列塔尼男爵的算盤很簡單，綁了英格蘭來的大人物，找諾曼底勒索贖金。這時候威廉來了，輕騎殺到，乾淨利落，把哈羅德從包圍圈裡撈了出來。男爵的兒子阿蘭愣了一下，年少輕狂的他做了一個決定，撤兵、握手、談和。其實他比他爹清醒，法王亨利剛死，歐洲局勢正在重新洗牌，在這個節骨眼上跟諾曼底結仇不划算。哈羅德活了下來，但這趟意外也讓所有人看清了一件事：博列塔尼的情報網覆蓋了整個英吉利海峽，他們的戰船比北歐其他國家加起來還要多。回到諾曼底的城堡，2個雄主終於坐了下來。哈羅德把愛德華的傳位信掏了出來，威廉看了一眼，表情很複雜。哈羅德說，這封信是一張空頭支票，英格蘭真正決定王位的是麥西亞、諾森布里亞、威塞克斯3位伯爵，這3家全是戈德溫的人。愛德華能給你王冠，給不了你那3支軍隊。潛台詞是別做夢了，跟我合作才是正路。諾曼底加英格蘭，歐洲第一聯盟。威廉沉默了片刻，然後他想起一件事，法王亨利是他自己親手扳倒的。如果是2年前，他会毫不猶豫地握住哈罗德的手，可現在他連法國國王都不怕了。一個白送到眼前的王位，憑什麼要分給別人？而且他看穿了哈羅德，你這趟來何嘗不是為了自己爭王位呢？2個都想當英格蘭國王的男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用最客气的外交辞令互相試探。這場對話字字是刀，笑容是陷阱。宮廷的另一個角落，2位女性在打一場更安靜也更狠的仗。諾曼底公爵夫人瑪蒂爾達從小在弗蘭德宮廷長大，
見過的阿扎士比大多數男人都多。他對哈羅德的妻子伊迪絲發起了一次輕描淡寫的攻擊。戰士們不懂得政治，你不過是靠美貌控制男人罷了。伊迪絲沒慌，她回得冷靜的出奇。作為女人，保護丈夫的地位就是給孩子最好的護盾。瑪蒂爾達沒接話，她沒想到對面這個丹麥女人比她預想的難對付得多。兩個心如明鏡的女人終於攤牌，瑪蒂爾達提了個方案，讓威廉登基，哈羅德則做實權代理人，雙贏。伊迪絲冷冷地回絕了，英格蘭人絕不會向一個異族國王下跪，這場仗只能用血來結束。後來的歷史證明，他說對了。威廉設宴，競技表演，眾人歡呼。哈羅德在諾曼底騎士面前大展身手，贏得滿堂彩。威廉當眾拉起他的手，高喊：“諾曼底與威塞克斯永結同盟！”氣氛熱烈，賓主盡歡。但氣氛越熱，大家越覺得不對勁。宴會過後，威廉把哈羅德引進了巴約大教堂。主持儀式的是威廉同父異母的兄弟奧多，一個靠威廉的錢買來的主教職位，自己都承認根本不信神的人。他信奉的是另一套宗教，是建立在故事上的，而他就是那個最会講故事的人。一個不信神的人掌管着神的儀式，這本身就是這場戲最大的隱喻。教堂裡擺着聖物，燭光把每個人的影子都拉得很長。威廉用種不容拒絕的語氣，要哈羅德當众在聖物上發誓，效忠英格蘭的合法繼承人，並承認愛德華的傳位詔書。眾目睽睽，哈羅德已經沒有退路。他清了清嗓子，給出了一句教科書級別的政治偽誓：我哈羅德·戈德溫·威塞克斯伯爵宣誓絕對效忠於英格蘭的合法繼承人。威廉聽到的是我效忠於你，威廉，但哈羅德心裡想的是合法繼承人是我自己。同一句話兩個意思。两個人都滿意地走出了教堂，而這句話就是日後威廉征服英格蘭時那面道德大旗的來歷。哈羅德被弒了。文字遊戲從來都是政治家最順手的武器。回到英格蘭，懺悔者愛德華垮了，不只是身體，而是整個人。他被殺死母親的事兒壓垮了心，在幻覺裡，去世的母親化成惡魔，不停地在上帝的耳邊訴說他的罪。大臣來請示政務，他眼神空洞，一個字都說不出。真正在維持宮廷運轉的是皇後，皇後的算盤很現實，跟愛德華生個孩子，王位就歸戈德溫家族，自己也有了名分。可惜這個計劃撞上了一個外交解決不了的問題，愛德華已經無法人世了，他被當場下癱，從此一病不起。歷史上懺悔者愛德華終身无嗣。这部劇給了這件事一個相當辛辣的解釋。從法蘭西吃了啞巴虧趕回來的哈羅德坐在病榻前，對氣若游絲的愛德華說了一番話：威廉是不信神的惡魔，他若繼位，英格蘭將萬劫不復。愛德華在最後一口氣裡說，他又聽到了上帝的聲音，火焰正在吞噬英格蘭，然後他就死了。哈羅德立即向在場的主教和眾人宣布，國王臨終，口頭指定我為合法繼承人、證人，眼前這些都是反對。在這個節骨眼上，沒人敢反對。他隨即下令，對國王的死密不發喪，直到麥迪亞和諾森布里亞兩位伯爵表態效忠，再公開。一道由謊言、恐懼和時機鑄成的遺詔就這樣誕生了。上帝的旨意終將實現。至於上帝的旨意是什麼，解釋權歸哈羅德所有。諾森布里亞北方的荒原，哈羅德的弟弟托斯蒂格正在經歷他人生最漫長的一個夜晚。妻子朱迪斯難產，哈羅德承諾過會派來最好的助產士，可那個人始終沒有出現。就在那個風雪漫天的夜裡，朱迪斯生下了孩子，然後因為大出血，他和那個剛剛哭了幾聲的嬰兒一起走了。一夜之間，托斯蒂格失去了所有。他在冰冷的城堡裡用酒精撐着自己，徒勞地想為妻子的遺體留住一點溫度。伊迪絲作為使者趕到的時候，看到的已經不是一個伯爵，而是一個精神碎掉的男人。更糟的是，麥迪亞那邊傳來一封信，斯溫死在法蘭西的一間酒館裡。那封信在暗示托斯蒂格這不是巧合。於是托斯蒂格把所有的碎片拼成了一幅畫。哈羅德為了王冠殺了大哥斯溫，
又故意把自己發配到這片北境荒地，然後讓助產士遲到，害死了自己的妻兒。然後他對伊迪絲說出了一個藏了很久的秘密，他才是第一個愛上伊迪絲的人，是哈羅德搶走了他。哈羅德奪走了斯溫的繼承權，再殺了斯溫，如今又拿他的封地做籌碼，害死了他的妻兒。伊迪絲說了很多，但仇恨已經悄悄地扎入了托斯迪格的骨頭裡。倫敦，麥西亞伯爵莫卡帶着妹妹瑪格麗特出現了，他開出了條件，每一條都像一把刀。第一，把托斯迪格的諾森布里亞封地割給麥西亞；第二，廢除伊迪絲，娶瑪格麗特為正統的王後，讓麥西亞的血脈登上王座。只要哈羅德做到這些，麥西亞就絕對擁護哈羅德。哈羅德氣炸了，威脅要殺莫卡。莫卡不慌，他知道威廉正在歐洲整軍備戰，哈羅德根本沒有時間去打一場內戰。時間從來都是勒索者最好的同謀。哈羅德最終屈服了，他在聖壇前握住了瑪格麗特的手。當伊迪絲趕回倫敦，本想說服丈夫一起前往諾森布里亞，去當面向托斯迪格解釋清楚，卻迎面撞上的是這一切。她沒有哭，也沒有崩潰，她只是平靜地說了一句話：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東西，你選擇了王位，只有上帝知道王位會把你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哈羅德解釋，這只是政治安排，伊迪絲才是自己唯一的真愛。但在事實面前，這句話蒼白無力。他們的感情在冷酷的權力面前，軟得像一張爛紙。哈羅德殺了大哥，背叛了弟弟，拋棄了妻子，背棄了誓言。他以為自己贏了。當召回托斯蒂格的傳令兵來到諾森布里亞時，托斯蒂格下定決心，他將背叛所有人。得知愛德華的死訊和哈羅德稱王的威廉開始在諾曼底全境動員，騎士獻馬，貴族獻兵，鋼鐵和誓言堆滿港口。但有一個死穴，他們沒有足夠的艦隊，就過不了英吉利海峽。弗蘭德伯爵鮑德溫在這裡扮演了一個經典的角色，他一邊撮合威廉和布列塔尼談判，一邊把另一個女兒嫁給了英格蘭貴族。仰頭下注，這種人在任何時代都活得很好，也從來沒有真正的朋友。威廉去見布列塔尼男爵，開出雙倍的銀錢，想借艦隊一用。男爵當着威廉的面亮出了自己兒子阿蘭那只被齊萬砍斷的手。他說他想要不屬於他的東西，他想推翻我，這就是代價。然後他告訴威廉，我不要雙倍的銀錢，我只要諾曼底公國，把你的龍興之地讓出來，我的艦隊就是你的。威廉拂袖而去。馬蒂爾達看透了這一切，他對威廉說，鮑德溫和布列塔尼從來就不希望你贏，他們是想利用英格蘭這把刀除掉你這個歐洲大陸最危險的私生子。所以他要求威廉把諾曼底的攝政權交給兒子和自己，然後帶着艦隊前往英格蘭。如果贏了，鮑德溫和布列塔尼也不敢拿自己怎麼樣，但如果輸了，就回來為自己和兒子報仇。這是一場豪賭。威廉沉默了很久，然後他說，好。這是整季裡威廉唯一一次真正服軟，因為這一次他信的不是戰略，而是人。馬蒂爾達始終是威廉最信任的人，是他政治生涯裡的摯友。倫敦西敏寺大教堂，皇家唱詩班的讚美詩響徹了穹頂。哈羅德·戈德溫正式加冕為英格蘭國王，瑪格麗特站在他身邊，成為新任王後。戈德溫家族終於站上了權力的頂端。群臣高呼萬歲的聲音還沒落下，一個渾身是血的信使跌跌撞撞地衝進大殿。北方出事了。哈羅德的第一反應是威廉登陸了。信使拼命搖頭，來的不是諾曼底，是北海，是維京人，是挪威國王哈拉爾·哈德拉達，那個被稱為無情者的男人，率領數萬維京狂戰士，駕着鋪天蓋地的戰船，已經殺到了英格蘭北部的海岸。大殿裡鴉雀無聲。北方的軍帳中，挪威王用那柄飲血無數的長劍挑起一個人的下巴，像看一只螻蟻一樣打量着他。這個人用平靜的近乎瘋狂的聲音說出自己的身份，他就是哈羅德的弟弟托斯蒂格。歷史的洪流滾滾向前，從不為任何人的眼淚與溫情而停留。公元1066年，
英吉利海峽兩岸風雲變幻，英格蘭的至高王座淪為多方勢力博弈的饕餮盛宴。威塞克斯伯爵哈羅德·戈德溫頂着背棄誓言的罵名勉強加冕，然而大英未穩，南北兩端便同時燃起了燎原烈火。這是一場關於權力、背叛、宿命與生存的終極較量。北海有維京人狂飆席捲而來，南海有諾曼底鐵騎厲兵秣馬。在接下來的時空軌跡中，我們將見證戈德溫家族的同室操戈，黑斯廷斯沙場上的血流成河，以及命運之神最終那冷酷而諷刺的微笑。當西敏寺大教堂的加冕讚美詩餘音未絕，英格蘭新王哈羅德·戈德溫還沒來得及享受王權的榮耀，命運的重錘便已接踵而至。北方傳來的戰報如晴天霹靂，挪威國王無情者哈拉爾·哈德拉達率領黑壓壓的維京戰船橫渡北海，在英格蘭北部強行登陸。更讓哈羅德痛心疾首、如芒在背的是，這群嗜血侵略者的旗艦上站着的正是他那因政治聯姻被剝奪了諾森布里亞伯爵領地的親弟弟托斯迪格。痛失妻兒且精神幾乎崩潰的托斯迪格，在仇恨的驅使下引咎止渴，不惜充當引狼入室的馬前卒，誓要將親哥哥拉下王座。面對這生死存亡的危局，哈羅德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統帥才能。他深知兵貴神速的道理，如果任由維京軍隊與北方的麥西亞、諾森布里亞叛軍合流，後果將不堪設想。哈羅德在倫敦發出動員令，召集精銳的薩克遜御林軍以及威塞克斯的徵召兵，日夜兼程，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向北挺進。這一舉動完全出乎了維京人的預料。在哈拉爾國王和托斯迪格的眼中，南方那個靠政治妥協上台的新王，此刻應該正縮在倫敦焦頭爛額。然而薩克遜軍隊的急行軍如神兵天降，在中秋的凜冽寒風中悄然逼近了維京軍隊的駐紮地斯坦福橋。斯坦福橋是一場毫無退路的遭遇戰，更是戈德溫家族同室操戈的慘烈悲劇。戰鬥打響，戰況空前慘烈，薩克遜盾牆與維京戰士的巨斧狠狠地撞擊在一起，剎那間飛沙走石，血肉橫飛。挪威王哈拉爾雖有萬夫不當之勇，但在哈羅德強硬的攻勢下，最終被一劍刺穿，倒在血泊之中。這時，一個維京人從背後偷襲哈羅德。托斯蒂格看到這一幕，絲毫沒有猶豫，他拼命奔向哥哥身邊，刺穿了那個偷襲者。可沒想到，毫不知情的哥哥回身一揮，鋒利的劍刃瞬間割裂托斯蒂格的喉嚨，最終他倒在了親哥哥的劍下。哈羅德緊緊抱住弟弟那逐漸冰冷的身體，沒有勝利的喜悅，只有無盡的悲涼。為了那頂沾滿鮮血的王冠，他已經親手殺死了自己的親哥哥和弟弟，這個代價何其沉重！就在薩克遜軍隊在北方流盡鮮血的同時，海峽對岸的諾曼底公爵威廉正在為他跨海遠征做最後的衝刺。愛德華國王的死訊以及哈羅德維氏登基，成為了威廉名正言順討伐英格蘭的絕佳借口。然而橫亘在威廉面前最大的難關，依然是運輸軍隊穿越英吉利海峽的艦隊。布列塔尼男爵貪得無厭，他要求威廉用諾曼底公國的統治權來交換艦隊，這對威廉而言無異於自絕後路，但布列塔尼的船必須拿到手。這時一直追隨在身邊的菲茲提出唯一的解決方法，以命換命。菲茲打算當面刺殺布列塔尼男爵，他一死，對他充滿仇恨的年輕繼位男爵必將全力支持威廉。威廉默許了這一計劃，這不是他絕情。在這個你死我活的殘酷世界，人命太不值錢，忠誠、守護，哪怕愛情，都往往要用生命來交換。Let's hear it. What? 失去了從小相伴的老友，威廉如願得到了出征的艦隊。公爵夫人瑪蒂爾達同樣助力匪淺，
他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威逼利誘地查出父親的陰謀。鮑德溫這個老謀深算的老狐狸，根本不希望看到一個同時統治諾曼底和英格蘭的超級巨無霸誕生。他一邊積極推動威廉的這次遠征，一邊偷偷聯合所有與諾曼底接壤的領地，真實意圖是要借刀殺人，借英格蘭薩克遜人的手除掉威廉這個讓他如芒在背的私生子，然後鳩佔鵲巢，搶佔諾曼底。馬蒂爾達說服了威廉，在全軍出征之前必須穩定後方。威廉正式下令，要求所有留守的諾曼底貴族宣誓效忠自己的幼子羅伯特為攝政公爵，並立馬蒂爾達為諾曼底的至高保護者。這一舉措暫時穩定了歐陸諸侯趁虛而入的想法，同時將威廉的命運與這場遠征牢牢綁在了一起。他已無路可退，要麼客死他鄉，要麼成為英格蘭的主人。為了讓這場遠征獲得無可置疑的合法性，威廉的義父兄弟巴約主教奧多發揮了他編織謊言的最高才幹。奧多將哈羅德在巴約聖物前的偉事登基無限放大，並成功說服了羅馬教廷，讓教皇賦予威廉遠征軍十字軍的聖旗。而此時天空正好劃過一道耀眼的彗星——哈雷彗星。在那個迷信的時代，奧多將這一天象解釋為神明對哈羅德篡位的震怒，以及對威廉正義之師的首肯。諾曼底的兵工廠日夜磨刀霍霍，成千上萬的戰馬被牽上新造的駁船，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當秋季的南風終於吹散了海峽上的迷霧，威廉長劍直北，龐大的諾曼底艦隊如烏雲壓頂般向英格蘭南岸佩文西浩蕩駛去。斯坦福橋大捷的慶功宴還未結束，薩克遜將士們臉上的血跡與污漬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清洗，南方的烽火便再次點燃。探子連滾帶爬地帶回了毀滅性的消息，諾曼底公爵威廉的龐大艦隊已經在南方海岸登陸，叛軍正在大肆燒殺搶掠，逼迫哈羅德南下決戰。這個消息對於剛剛經歷了一場惡戰、人困馬乏的薩克遜軍隊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從北方的斯坦福橋到南方的黑斯廷斯，相隔數百里，哈羅德沒有絲毫喘息的機會，他不得不再次下達強行軍令，帶着疲憊不堪的御林軍再度南下。在南下的行軍途中，哈羅德先前通過政治聯姻埋下的隱患開始全面爆發。麥西亞伯爵摩卡在得知北境威脅解除，南境又危在旦夕，露出了他自私自利的投機本質。他不願將麥西亞軍隊消耗在與諾曼底鐵騎的血肉磨坊中，開始借故拖延行軍速度，甚至在關鍵的時候擁兵自重，拒絕派兵支援南方的防線。更讓哈羅德感到眾叛親離的是，他昔日的髮妻伊迪絲在經歷了被廢除、被背叛的痛苦後，已經徹底對他心灰意冷。伊迪絲提出，他將帶着孩子離開英格蘭，徹底離開這個是非之地。而威廉登陸後更是上了激將法，他明知哈羅德痛恨虐殺平民，卻故意一路上下令軍隊使用焦土政策，所到之處搶劫、屠殺、焚燒，讓哈羅德聽到消息後無法停留休整，就馬上帶着疲憊的軍隊奔赴戰場。這一招殘忍而有效。公元1066年10月14日清晨，黑斯廷斯的塞利拉克山丘上晨霧缭繞，空氣中蔓延着刺鼻的泥土與汗水味。哈羅德率領着疲憊不堪但眼神堅毅的薩克遜軍隊，在山頂排出了標誌性的薩克遜盾牆，一面面沉重的木盾緊密相連，形成了一道堅不可摧的血肉長城。山腳下，威廉公爵的諾曼遠征軍嚴陣以待。諾曼人的陣型層次分明，前排是密密麻麻的重裝弓箭手，中排是手持長矛的步兵，後排則是威震歐陸的諾曼底重騎兵。兩位當時最頂尖的統帥在戰場兩端遙遙相望，他們都清楚，今天過後只有一個人能活着離開這片戰場。戰鬥在諾曼底弓手的騎射中拉開序幕，密集的箭雨呼嘯着劃破天空，狠狠地釘在薩克遜人的盾牆上，發出一陣陣沉悶的巨響。隨後諾曼底步兵和騎兵發起了排山倒海般的衝鋒，他們順着陡峭的山坡艱難地向上攀爬，迎接他們的是薩克遜御林軍手中那足以將人馬鋸碎的丹麥巨斧。戰場瞬間變成了絞肉機，
慘叫聲、金屬碰撞聲、戰馬的嘶鳴聲響徹雲霄。薩克遜盾牆堅如磐石，一次又一次地將諾曼人的攻勢無情地粉碎在山坡上。隨着時間的推移，戰況對遠道而來的諾曼人越來越不利，久攻不下的挫敗感在諾曼軍中蔓延。威廉再也坐不住了，他決定冒險一試。威廉帶着一队人馬直衝陣前，薩克遜人的長矛紛紛直過來，威廉摔下馬，這讓薩克遜人以為威廉戰死。諾曼人的軍隊也在剎那間慌了神，開始撤退。盾牆後的薩克遜人不顧哈羅德禁止擅離陣地的嚴令，歡呼着就衝向山頭進行追擊。而此時戰場上的威廉突然爬了起來，翻身上馬，穩住了陣腳，下令全軍實施詐敗戰術。諾曼軍隊開始佯裝恐慌撤退，引誘更多的薩克遜人離開山頂的安全地帶。果不其然，薩克遜人成群結隊地衝下了山丘，原本天衣無縫的盾牆頓時出現了致命的缺口。哈羅德再也顧不得那麼多，他長劍一揮，直奔威廉而去。两人纏鬥得你死我活。北兹的徒弟突如其来的一個長矛偷襲，讓躲閃不及的哈羅德身受重傷，最終他死於威廉劍下。當哈羅德重重的倒下，失去領袖的薩克遜軍隊頓時軍心渙散，兵敗如山倒。黃昏時分，塞利拉克山丘已被鮮血染成了暗紅色，象徵着薩克遜王權的奮鬥者王旗在一片狼藉中緩緩倒下。戰爭的硝煙漸漸散去，留下的只有滿目瘡痍和無底的深淵。伊迪絲被帶到了屍體前，他認出這血肉模糊的男人，確認就是哈羅德。威廉要求伊迪絲大聲承認是上帝之劍殺死了背叛誓言的哈羅德。伊迪絲要求釋放自己的孩子，威廉同意了。於是伊迪絲承認了上帝之劍，之後他被允許帶着孩子離開，但再也不許踏上英格蘭的土地。公元1066年的聖誕節，倫敦西敏寺大教堂裡再次響起了加冕的鐘聲。然而，這一次走向聖壇的是來自海峽對岸的異族征服者威廉。大教堂內氣氛壓抑得令人窒息，殘存的薩克遜貴族們只能戰戰兢兢地跪在兩側，用充滿了恐懼與仇恨的眼神看着這位新王。當奧多大主教將那頂沾滿了無數鮮血的英格蘭王冠戴在威廉頭上時，王座上的威廉俯視着大殿，臉上沒有絲毫新王登基的喜悅，只有冷酷而堅硬的線條。他終於得到了這頂夢寐以求的王冠，但他也明白自己此後的一生都將在評判、鎮壓與無盡的戒備中度過。那些曾經為了這頂王冠而機關算盡、紅史操戈的男人們，愛德華、斯溫、托斯迪格、哈羅德，如今皆化作了歷史塵埃。權力如同一場虛無縹緲的幻夢，它讓至親反目，讓國土淪喪，讓英雄折腰，而最終坐上王座的威廉，究竟是這場權謀遊戲的贏家，還是被王權詛咒的下一個囚徒？歷史沒有給出答案，只有那英吉利海峽永不停歇的冰冷海風依然在訴說着這段關於國王與征服者的血色傳奇。回顧《國王與征服者》第一季終局，整部劇作以一種近乎古典主義悲劇的史詩結構，向觀眾展示了政治權謀的殘酷與宿命的不可抗拒。哈羅德的悲劇在於他在理智與情感、諾言與現實之間的反覆橫跳。他殺死了自己的親哥哥，又把親弟弟安排到荒蕪的北方，之後又背叛了妻子，迎娶了麥西亞的瑪格麗特。這一切操作導致了至親托斯迪格的徹底黑化，與髮妻伊迪絲的離心離德。他在巴約聖物前玩弄文字遊戲的虛假誓言，更是在道德上將自己逼入了死胡同。而威廉的勝利也絕非正義戰勝邪惡，而是更高級別的冷酷、隱忍與制度化暴力的勝利。他背後的馬蒂爾達、奧多構成了一個比哥德溫家族更加穩固、更有執行力的政治鐵三角。還有斐茲以命換命的悲壯，為威廉爭取到了有力的支持。
成王敗寇，地裂山崩。公元1066年的風雲詭譎已然塵埃落定，但他留給後世的啟示卻歷久彌新。在權力的最高棋局裡，從來沒有一勞永逸的坦途。每一個自以為在操縱命運的棋手，最終不過是命運手中那枚微不足道的落子。好的，謝謝大家光臨露天電影院，這一期我們就講到這裡。如果您喜歡，請給我們一鍵3連，謝謝，我們下期見。